老外最好奇中国的哪些事情？老外关于中国最好奇的事情有哪一些？最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我通过很仔细的、很深度的了解和研究，列出来了老外关于中国经常会问到的10个大问题。今天我就准备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些问题。我们老外觉得关于中国哪一些事情比较有趣，哪一些事情很想了解一下，然后从一个生活在中国很久的老外的一个身份去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我很希望我通过这个视频可以回答这些老外经常问的一些问题，让他们更多了解一下中国这边实际的一个情况。但是首先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老外呢？现在机会就来了，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我肯定也会回答一下。如果你还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马克，我在中国，我就在四川成都。今天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谈一下老外针对中国这边的生活、文化实际的一个情况，最常见的10个问题。如果你们准备好了，咱们就直接开始。朋友们，这2天成都的天气真不得行，在外面又冷又在下雨，空气又不好。哎呀，这个心情当然也不会非常好，因为这样的天气下你都不想出门。成都今天啥天气？这是啥呀？哎呀耶！嘿嘿。哎呀，希望这个天气搞快点好起来。马克已经很想念成都的太阳了，然后现在已经到中午的时间了。马克早上的时候已经把今天的健身任务完成了，刚刚吃了一个小东西，现在准备出去逛一下，走2圈出来喽，我的朋友们。哎呀，你们看这个天气下，小区都基本上没有人了，只有去拿快递的还有送外卖的人才在外面，真的是不太舒服。又在下雨，又有很大的风，又冷，哎呀呀呀呀！但是问题也不大，今天下午反正马克也挺忙的，所以说待会儿再吃个东西，再喝个下午咖啡就开始忙了。那么中国这边和国外的情况、文化都不太一样，双方都很喜欢去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可能更多是通过一些朋友，更多是通过网上和短视频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很多人现在没有办法去国际旅游，很多人现在没有办法来到中国这边自己看一下是一个啥子情况。那么当然谁都晓得，中国因为这几年快速的发展，在世界中的地位，不管是经济方面、文化、社会方面、政治方面都提高了很多，也吸引到了非常多外国朋友们的关注。目前来说，非常多的老外一点都不了解中国这边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很多问题存在，需要知道、想要知道也是非常正常的。走了5圈了，我的朋友们，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上去了，外面确实有点冷，现在就不准再拖了，我的朋友们，现在开始直接给你们讲，然后我边读边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你们准备好了吗？咱们就说第1个问题了。How did China manage to get COVID under control so quickly？ 中国控制新冠肺炎的疫情为什么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也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比较热门的一个问题，非常多的网友们都在问这个问题。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们搞快点去看一下 Market 的视频，因为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还是稍微回一下最好，因为中国的隔离政策非常严格。因为大家都在戴口罩，因为大家都在洗手消毒，因为所有的人都认可、都遵守这些防控疫情的措施。因为中国人有疫情的时候不乱跑，待在家里面，而且这些措施是100%的，非常严格的执行，没有意外。第二个问题 ，Is China safe？ 中国安全吗？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回答非常简单，是的，很安全。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常善良，也是因为在外面非常安全，随时随地你想去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你不信，你自己可以过来体验一下。第三个问题 ，Are most Chinese people really poor？是不是真的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还很穷？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吧，每个地方都有有钱的人，都有非常穷的人。只不过中国之前真的是有很多非常穷的人，但是这几年因为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社会上面的原因，现在非常多的中国人非常有钱，而且也有非常多中等的这种家庭。不算特别富有，但是也不算穷的这种家庭，甚至现在有一些时候，我给我的朋友们分享中国这边的照片和视频，他们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在路上这么多豪车？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穿得这么好？为什么所有的国际奢侈品牌都在中国呢？这个也很简单吧，因为中国确实有很多有钱人。第四个问题 ，Is China really so cheap？中国这边的生活成本是不是真的很便宜？这个得看情况。最近我才做了一个这个方面的视频，里面讲的中国这边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方便。那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这边生活成本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对比起来确实特别便宜。但是其实这个也得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生活要求是什么。你在中国可以获得非常便宜，几千块钱1个月就可以搞定。你在中国也可以过得非常贵，几十万1个月，几百万应该都没有问题。第五，Do Chinese really eat dogs？ 中国人真的吃狗吗？朋友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这样说吧，我在中国快6年了，5年多的时间，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任何一个朋友吃过狗肉或者有卖狗肉的。我有听说过中国有一些地方确实以前要吃狗肉，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哪怕有，我觉得你去找，你想去体验一下这个事儿，真的非常困难。不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好像我们德国那边，我们小的时候就是10几岁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人的印象中，中国人这边要吃狗，我们不知道是在哪儿听的，在网上吧，应该是听的。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来到中国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第6个问题 ，What do Chinese people eat？ 中国人吃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仔细的要回答的话，可能要讲1个星期的时间吧。如果比较快的、比较简单的回复的话，那就是中国人啥都吃。中国真的是太大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饮食的习惯。你在北边可能更多羊肉，在南方可能更多猪和牛肉。然后你有广东菜，你有四川菜，你有很多本地的菜，然后好像基本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比较正常的东西都会吃。而且中国这边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你都说不完。北京烤鸭、新疆羊肉串儿，然后还有羊肉汤、四川的火锅、串串、麻辣烫、宫保鸡丁、广东菜，真的非常多。
第7个问题 ，What do Chinese people drink？ 中国人一般喝什么？简单，中国人喝茶，每天都好几杯，特别是老年人喝很多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白酒。每次吃饭的时候、聚餐的时候、跟朋友们见面的时候，都要喝白的。第8个问题 ，What sports are Chinese people good at？ 中国人做哪一种运动做得比较厉害呢？这2年奥林匹克的冠军在中国这边多起来了。目前来说，也有很多运动中国人做得非常厉害，就像游泳还不错，跑步，然后还有打篮球。但是有可能2个最好的、最受欢迎的中国人最厉害的2个运动，就是第1羽毛球，第2乒乓球，这个没有之一。但是可能还有一种运动，中国人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那就是足球。但是没关系，我那个德国朋友 Marky， 他也叫 Marky， 他不是在我们四川这边当足球教练吗？他正在解决这个问题。问题9 ，Why are Chinese people good at doing business？ 为什么中国人做生意做得很厉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全球，不仅是在中国，差不多有2种民族做生意做得比较厉害，一种就是中华民族，还有一种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中国人做生意做得比较厉害？那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我觉得中国人在解决问题方面是非常好的，他们不会去多想这个事情，不会去不断的讨论它，他们遇到问题直接去解决掉它，直到解决好了之后，可以了之后就继续做了。很多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德国那边，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先商量好了之后，情况已经变了，就是太慢了，这个效果太低了，这个也可以放到做生意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做生意做得这么好。还有一种，那当然就是中国的思维。第10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Why are there so many Chinese？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中国人？中国人的确有点多，全球的人口有80亿，其中中国占14亿，也就是如果算的话，差不多是18%左右，也可以说差不多每5个人里面或者每6个人里面1个是中国人，真的很多。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可能你要去问专家。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段子，一个说法吧。中国这边很多人看到，外国人不是很喜欢去做那些很危险的事情吗？那看到这种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难怪老外这么少，因为他们天天去跑这些很危险的地方，去干那些很危险的事情，可能这个也是一部分原因。哎呦，我的朋友们，今天 Marky 说的有点多了，今天的视频有点长了，不好意思哈。但是我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应该很多外国和中国朋友们都一样会喜欢。而且对我来说，我看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我也觉得超级有意思，还有点好耍。但是我的朋友们，这些回答都是 Marky 个人的看法和经验。如果说你们不同意的话，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我们当然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你们觉得今天我给你们列出来的这些问题，外国人比较好奇的事情怎么样啊？是不是非常有趣？如果如此，我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反馈一下。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视频还有点意思，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Marky。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朋友们，你们下一次可以再过来看一下 Marky 要去哪里耍。